趕快來看到的是川普狂炒哦，在第一季而已，單第一季狂炒了3700筆的交易，在股票交易啊，震驚了各界。那麼另外，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到是 AI 的量子股，在一天之內狂飆33%。一邊我們看到白宮正在炒熱，川普的團隊等等都在炒熱這個股市的氣氛，似乎都在做多。但另外一頭，這個華爾街的人士可緊張了。我們現在來看到股神巴菲特轟呢，美股已經成為賭場了。那麼投資巨擘羅傑斯也喊說：“趕快清空美股吧，實在是太危險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華爾街市井下一場金融風暴正在倒數當中，真的會引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要趕快來看到是川普做的這個財產申報文件震撼了華爾街，因為光是第一季，這個竟然是狂掃了超過3700筆的股票交易，金額最高達了7.5億美元。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他一天下單了60筆，引爆了是不是有內線的這個爭議。那麼現在來看到說，川普呢，他買這些股票都買哪一些呢？賣了哪一些？買了哪一些？現在來看到是傳統大型科技股，他把它賣掉了之後呢，他轉進的是在半導體相關，還有 AI 跟這些跟軟體有關的概念股，所以呢，這邊列出來說，他買了蘋果啊、甲骨文啊、Meta 啊這個軟體股，還有微軟、亞馬遜等等。再來就是剛剛特別提到的量子股，竟然是在一天之內暴漲了33%。根據了解，川普團隊可能會入股。一邊川普團隊持續的做多股市，另外一頭這個華爾街人士啊，卻拉起了金融警報。股神巴菲特是這樣說的。他罕見的重話警告，現在的股市已經變成賭場了。他認為說，美元在今年2026年就會逐漸的失去價值。他也特別強調了說，一旦貨幣失去信心，一個國家將會徹底的轉變。再來看到股神巴菲特在這個他買的股票上面做了什麼樣子的一個轉變呢？他一向都非常支持這種比較穩定的股票。但是這一回，外界在擔心的事情是，因為呢，巴菲特他現在大砍這些比較安全的金融股，還有醫療保險龍頭的持股，大家在看說，連這些最基本的股市現在都出問題了嗎？那麼就代表說是巴菲特對於美國接下來的消費信心，還有醫療體系，甚至是整個監管制度都不再信任嗎？這是來自於專家所做的分析。就連投資的這位傳奇人物羅傑斯，他也這樣說。他說，全球金融風暴正在逼近當中，喊話投資人啊，你要小心了，在此刻趕快清空美股吧，轉爆這些比較安全的標的，包括了黃金，包括了白銀，趕快從這個時候來做避險吧。好，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先來看到是川普家族白宮狂掃 AI 跟量子股哦。那美國股市到底是自由市場，還是變成權力內線交易？苑老師怎麼看？我覺得這個問題啊，我前陣子剛聽到，就是說川普在短短的1年內從事於3700筆的交易的時候，那時候范斯他跑出來講說，川普不可能在辦公室每天都下單炒股票什麼的。啊，那麼現在看到，如果說他自己財產申報的過程中，下單了3700筆的話呢，那麼這個確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這個嚴重的問題的話呢，其實我對於這個市場的那個裡面的理念的話呢，稍微了解一點。我覺得它的嚴重會出現3個方面的。那個第一個的話呢，就是我們國內有個媒體人啊，就會講是說，川普的 taco 的時間。taco 就是說是他們大轉彎、髮夾彎的時候，都是選擇禮拜三。禮拜三之前的時候呢，在這之前呢，就前一陣子有關於原油的價格，就有人下空單。那一旦 taco 以後呢，就表示說美國跟伊朗的環境不打仗了，緩和了，那油價就下跌，然後這個人就馬上賣空油價下跌就賣空賺了賺了多少錢都算得出來哈。那麼就很懷疑這個，很多人就很懷疑這個川普是有搞內線交易，內線交易是非常不道德的哈，因為在市場中你賺我就賠，我賺你就賠，所以內線交易就不公平。市場原來假設是應該最公平的，在最不公平的環境中出現了不公平，而且非常好查。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川普本身的身份來講的話呢，又愛亂講話，他自己搞了個 Truth Social。那麼一天到晚亂發消息，他知道他每次發一個消息的話，就是會影響那邊的市場啊，對不对？因為川普就突然講說我想打日本，然後日本市場就會完蛋了，知道吧？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下，他自己的權利，因為我們這個市場之所以公平的原因，是因為有權利的人要維持英文
叫 impartiality， 就維持公正無私啊。然後第三個問題的話是，他幫大家選股。你看川普賣掉大型科技股，選的全部是台灣這幾天市場紅的股票。然後現在的話呢，那個低位啊，大家知道那個這個 AI 加上量子啊，因為我最近跟人家在合寫，我們預測未來的量子社會發生什麼事情啊。那麼這裡頭的話呢，就是我自己都會覺得寫完以後心裡都很不安吶。他的本夢比很強啊，因為他這個夢想完全是我們想到未來的量子社會的話出現，大家都不用工作了，每個人都可以得到最低的收入啊，完全沒有什麼事情都是機器人的，甚至于的話呢，機器人。因為透過量子再加上 AI 的感覺，覺得量子是計算的速度 ，AI 的是計算的質量，所以質量加速度的話，解決所有的問題，那個時候機器就可以生小孩了，我們人都啥事也不用幹了。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川普的話呢，我覺得哈，這是個非常嚴重，他把社會風氣帶到投資啊，所以說美國這邊的話，巴菲特啦、羅傑斯啦、達里歐啦，所有在市場的名人，他都會發覺這個不太正常。為什麼呢？因為市場的發展是要跟人民的生活水準同步的。那我們現在的話呢，確實是，尤其是我覺得美國的股市直接反映在台灣的股市。最近如果說大家了解參加股市人，像我們現在上班都不用堵車了，大家都等到9點以後在家裡就看盤就好了。這個的確的是它影響了全世界的這個整個風氣，而且很多人現在都講話就是告訴你說，我們的生活平均水準一直在升高，但是你沒有買股票的話，你就活該變窮。我自己做老師的時候呢，我上課就是強調，就是說我們都是有個習慣性的，認為說股票的市場的話有賺有賠嘛，對不對？但是在川普的影響之下的話呢，只賺不賠的，對於這個市場的內線交易影響非常大。所以我覺得這裡頭真的要注意。我相信11月份以後，川普要失去的這個權利，他會因此而被彈劾的。好，一方面我們看到這個川普家族的川普個人的持股，現在釋出來的財產申報非常的驚人。那川普的家族有非常多，現在說是不是涉及到內線交易，不斷的在做多股市。那另外一頭，我們剛剛看到非常多來自於華爾街的這些金融巨擘，則是不斷的示警，現在股市非常的危險，包括了巴菲特，包括了羅傑斯，都說趕快離開美股吧。就這些議題，那是不是泡沫要進入倒數？酈將軍怎麼看？確實，我的估計是泡沫要進入已經要開始爆炸了哈。這個有從3點來看，這個有科學數據的哈。第一點來講的話，這個美國 GDP 的成長，因為最近美國股市很熱，經常動不動已經創股市的高點，好像今天又創新高了哈。在這種狀況之下，事實上美國 GDP 它成長，其中有3%全部來自於科技股帶動的哈。那到底哪些科技股呢？就是川普炒的這幾隻嘛，蘋果、甲骨文、Meta、亞馬遜、微軟等等哈，有93%。但是哈，真的是這個當年這個網絡泡沫的時候，它這個科技股只占 GDP 的多少？只占60%哦。那現在到93%，你會不會覺得過熱過高了？這是第一個數據。第二個數據來講的話，這個有一個我們講說投資股市一定要先看它的本益比哈，本益比太高，代表說是你的投資金額太多太大了，獲利率、殖利率來講就不夠嘛哈，所以本益比來講的話要有一個合理的數據。那以美國歷年來的這種合理的這種本益比的數據來講的話，他們認為正常來講應該是平均值應該是18。如果用過去10年跟這個標普500來做一個比較的話，這個正常來講10年的平均值是18。那你知道現在到多少？現在已經到了40了。那你会不會覺得本益比太高哈？通常最好的時候牛市，我們講牛市是股市熱的時候，大概也就是20到27倍而已。那當年網絡泡沫的時候是到44，那現在已經到40，是不是？如果按照本益比來看的話，是不是距離網絡泡沫已經只差一步之遙？當年網絡泡沫一旦這個泡泡一破掉以後，跌了多少？跌了49%哎！你看那個跌了有多慘，幾乎是攔腰斬了。第三個數據哈，這個目前所有的市場都集中在這幾隻股票，就是川普炒的這幾隻股票。那我們要看什麼？看它的這種所謂的支出哈，就是它這個投資在這方面的資本支出。那現在包括蘋果、甲骨文、Meta 這些亞馬遜，他們都主要投資在他們的雲端設施裡面啊，就是我們講的這種 Meta 雲啊，或者是亞馬遜、微軟雲等等這些雲端設施，它每年的資本支出多少？是成長是20%，但是它獲利率只有15%。也就是說，我每年支出的這麼多哈，支出成長是到20%，但是我的獲利回報只有15%。那很明顯的獲利回報
比不上投資的支出嘛，因為所有高科技你就知道，它一定是高資本、高投資，那投資那麼多錢，獲利反而少。所以我認為未來可能有2條路。第一個哈，如果在 AI 全面爆發的話，如果說這幾家這個科技公司要繼續能夠賺錢，它要賺到多少錢才夠成本呢？回報率我們講說以10%來計算的話，它每年企業的獲利要到達2兆到5兆美金這麼多。可是現在來講的話，它每年的獲利率只有1.5兆，所以它遠遠不到它的這種預期的回報。那第2條路它怎麼辦呢？我如果說投資這些錢我收不回賺不了那麼多錢，我反而都是在虧本的狀態，那我就要想辦法節省我的資本支出嘛。我不要支出到這麼多，我不要成長到20%，我降低我的資本支出。可是你如果降低資本支出的話，這些供應鏈就會出問題。你看這幾家公司，他們供應鏈是誰呢？第一個是 NVIDIA 嘛，輝達製造晶片的，設計晶片的是 NVIDIA， 好，製造晶片的是我們的台灣的台積電，還有除了台積電以外，還有韓國的三星，還有 Intel 這幾家。那這幾家，因為這幾個後端的甲骨文 Meta 他們不再投資做這麼多的錢的投資來講的話，那緊接着就是這些供應鏈，我就沒有那麼多的收入嘛。我買了那麼多機器。我本來預計每年可以要生產100萬片晶片的，現在來講下單結果就下單到50萬片，那緊接着就是後續一連串的這種股災就會發生了，包括台積電啊，包括到Intel 啊、三星等等這些供應鏈緊接着就會出問題，所以我覺得現在確實是投資過熱。那如果說是對於這些科技股還抱着希望應該要特別謹慎跟小心的，因為我個人是覺得，從以上幾個數據來看，確實是已經過熱過高了。那大家可能要小心一點，因為投資有賺有賠哈，這個時候是沒錯。現在我們從幾個湘軍幫我們看到幾個數據來看。在美國 ，AI 科技類股都已經過熱，並且呢，投資的成本跟這個獲利來說，可以說完全的不符合哦。那麼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我們看到的是 OpenAI 在此刻還是繼續的拼，沒有關係，就算虧錢也要拼上市，讓市場更為緊張了。那甚至華爾街的另外一位專家也預測說，科技股2027到2028年之間。很危險了，恐怕重演2000年的網絡泡沫，到時候科技類股暴跌幅度高達50%。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高科技它是將來會從寡頭走向普及，因為越來越多了競爭，因為這是開放型的，它會疊加。為什麼 AI 會產生 AI 就跟它是這個等比級數，而不是等加級數。對，4加4那就是8嘛。但是它现在是等比，就是4乘4哦，4乘數就是16，比8還要多。那會這種狀況，那一直疊加一點，速度會越來越快。然後呢，但是會越來越普及，就跟傳統產業一樣。那傳統產業回不到過去，所以大家現在走到 AI， 我們都知道是產業革命。一產業革命之後，後來這種生產力慢慢的增加好快哦。那現在變成 AI 革命，也是一樣，速度會越快。但是我们知道，速度越來越快的時候，這種疊加效應會讓我們講到最後變成利潤變薄。是為什麼？因為都在 AI 做取代了，人力的成本下降 ，AI 來做。那這樣下去會從寡頭走向普及，走向普羅了。那這個狀況，我們就想到就要居高思危，因為已經過熱在反應。然後寡頭之後，大家因為它是高獲利，以後呢不是高獲利，是普及獲利而已了。因為按照經濟學上的供需法則。你的需求永遠是那麼大，但是你的供應會越來越多。為什麼？大家都想做，大家都想賺錢，結果就變成真的是普及化了。一普及化，你還有那種寡頭寡占還有甚至獨占的這個市場的利益嗎？沒有了，不復了。這個狀況只是，所以現在是過熱啊，這是一段時間。等到過熱完畢之後啊，他們這個利率就是整個獲利就要下降了。所以我認為。目前來看是已經脫離基本面了，也脫離了供需的經濟學法則。那這樣的話，我認為要居高思危，要很謹慎小心。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